哇，今天的第3条海红帮也过来了啊！看来今天放排钩的运气也是非常的不错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袋彪哥，现在是凌晨的2点半啊，这么早起床啊，又是准备出来捕鱼了。2点半的话，就是今天准备去放排钩，就是放这个元神钓啊，带着几千枚的这个排钩准备去海里面放一下，而且要跑到相对比较远的位置去放排钩啊。所以才会这么早的出发。好了，然后把装备给收拾一下之后，准备挂到船上那边去了。刚到达码头这边，还要在码头这一边等一下，等那一艘拉活虾的车过来啊。今天的鱼饵是活虾嘛，等他的把活虾拉过来，然后再拿去船上那一边才能装饵啊。等了20分钟啊，这一只装活虾的车才过来。今天大概是要拿30斤左右的这个活虾下去做鱼饵，要拿3大筐啊，平均一筐大概是10斤左右，3大筐就是30斤了。这些虾都是养殖的，养在那些虾池里面那种半盐水半淡水的。养殖的虾它的活力会好一点，而且比较耐活，相对野生的虾价格也会便宜很多，所以拿来做鱼饵也是非常的不错。而且今天相对也是要去到比较远的地方啊。好了，装好虾了，准备登船了。登到船上这边就准备装饵了，先装几筐饵啊，然后船就开始启动，其他的就边开船边装饵就行啊。今天是准备放10几筐这个排钩，平均一筐是有个200枚左右的鱼钩，也就是说这一次总共要放2000多枚的鱼钩到海里。好了，现在机器也是接好了，准备启动了，要边开船然后边装鱼饵了。今天要去的位置大概是离我们渔港这边要20海里左右。这艘船开过去的话，一般也都是要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的船程。一个就负责开船，后面2个就负责装这个鱼饵了。今天到那个位置主要也是捕一些鲷科类还有石斑类的鱼为主，也是属于外海岛屿的一些暗礁吧。要把今天的排钩直接放到那些暗礁的上面，而且今天的排钩是放这个沉底的。排钩放沉底，而且放暗礁的话就比较容易挂底啊。不过倒是石斑类会比较多一点。剩下的这2筐排钩了，装完这2筐排钩，大家就先休息一会儿，然后等到差不多到达位置了，就要进行把排钩放下去了。把装好鱼饵的这些排钩都搬到前面去，要在前面的这一个位置进行放排钩啊。你看到达外海的这个位置，海水就变得比较蓝一些了，然后就准备把浮标放下去，就开始放排钩了。靠着船前进的速度啊，慢慢的往前开，然后这边把鱼钩给放下去，一个个的扔啊，也不用速度太快，关键是要有鱼过来咬饵才行啊。每放几处排钩就要放一块石头下去沉底啊，确保鱼钩能沉到海里面去。沉底了，沉底的鱼货就会比较多一点，而且沉底的鱼种也比较值钱。2000多枚的鱼钩啊，放到海里面去，也要看一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啊，看今天能不能捕到几条这种海红斑上来吧。现在这个季节也就是海红斑比较值钱一些而已啊，而且这个位置也是没有大黄鱼的。平均一处的位置要放2到3筐的排钩才行啊。这几筐排钩都是接在一起的，头部跟尾部做个浮漂，然后就放到海里面去就行。说复杂也不复杂，说简单也不简单嘛。看一下这些朋友怎么扔的，这样就是1筐排钩扔下去啊，就开始放第2筐的排钩。一处地方的排钩放完就放个浮漂下去啊，标记好。然后就要开到下一个地方继续放排钩了。今天应该是要放4处到5处的地方吧。而且基本上今天放的位置也都是这些礁石区的位置上面。目标鱼种还是以这些鲷科类跟石斑类为主的，最好是来一些海红斑这些的比较值钱的鱼货。到达第2个位置了啊，就把这个浮标放下去，继续放排钩啊，以此类推，放够4、5个位置，所以光放排钩的时间估计就要1个多小时吧，差不多。每个浮标下面都会下一个船锚固定住啊，要不然这个排钩容易被这个流水带得到处跑啊。
到时候想找都找不到啊，所以肯定是要固定住在海底才行。现在放的是最后一个地方的这个排钩了，这个地方放完之后就准备先休息一下，算是先吃个早餐吧。同样的放一个船锚固定住，然后把浮标放下去，所有的排钩也就算是放完了。接下来就是等这些鱼过来咬我的这些鱼钩了，同样也是希望接下来能收获满满吧，来多几条大红斑。天刚蒙蒙亮啊，我们先吃个早餐啊。吃过早餐之后，再前往第一处放下去排钩的那个地方，也是要从第一处的那个位置开始拉起吧。现在的天气感觉就要比前面的要晴朗一些，太阳也还没有升起来，才5点钟出头。不过现在天亮了也是比较早了，看天气应该今天不会特别晒。好了，吃过早餐了，准备过去拉排钩了。早餐吃的比较简单啊，就吃点白粥，下一点榨菜之类的，也没有什么好拍的吧。也是到达第一处放下去排钩的那个位置了，前面那个浮标就是了。特意还系了个闪灯啊，一闪一闪的。现在是没有一点风浪啊，海水看起来跟在湖里面一样。准备开始拉排钩，接下来就是收获满满的时刻到了。这个浮标也是慢慢的过来了，赶紧把它给拉上来吧。时间还早啊，倒是不急啊，慢慢来就行。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，这一趟还能放2次的排钩呢。就是这一次拉完可以再放1次，也要看这一次的收获情况怎么样吧。如果收获还不错的话，肯定时间来得及要再放1次的。收获比较差的话就不放了。现在的天气一晴朗啊，基本上还会有点小雾的。看一下这2000多枚的排钩能拉到几条海红斑上来吧，希望接下来是大货多多。好了，这个船锚拉上来之后，排钩也算是拉上来了，下面就是那些鱼钩的位置了，关键就是不要挂底就行啊。目前来看啊，依然还是没有什么鱼货上来，拉了应该有10几个的鱼钩上来了，是一条鱼货都没有哦。目前还是这样子啊，差不多20个的鱼钩了，依然还是没有鱼货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来了，今天的第一条鱼货了，是一条16枚哦，也叫做西贡鱼。先把它放到火场里面先养起来。第二条鱼货也随之而来，是一条华鱼。第3条鱼货依然是一条16枚啊，这个位置的鱼货怎么也都是这么小条而已。虽然说16枚本身也是长不大条啊，但是不来一些雕刻类或者石斑类这些会比较大条一点的。海星也上来了一个哦，19公，这个季节的19公应该会多一点的，而且排钩拉上的19公相对比较大条，价格相对也会比海钓的19公要贵一些。又一条16枚啊，这一次排钩的第3条16枚了，目前来的16枚也是最多的，后面的19公应该会多一些，毕竟现在也算是19公的旺季了。像这种一条1到2两的19公算是比较大条的了，是吧？我就觉得后面的19公会比较多一点的，毕竟19公的嘴巴那么大，那一条虾那么大，直接都被19公一口给咬下去了。鱼倒不大条，嘴巴倒挺大。但是目前还是没有什么比较大条一点的鱼货过来啊。又来了一条19公的数量已经超过这个16枚了，2条。海钓的时候下串钩，经常都是4、5条19公一起上来的，19公就比较喜欢在礁石区活动啊，连海星都喜欢吃鱼饵了。没想到那条虾那么大，海星还一口吃得下呢。这边是来了一条小石斑，不是19公了。鱼货也是开始多起来了。哎呦，刚说完就来了一条海红斑，还不错哟。这条看起来虽然不是很大条啊，但是应该也是要6、7两左右吧，应该有的。不过始终是海红斑啊，价格也是挺高的。好久没有捕到海红斑了，现在一斤多少钱我也不知道。大红斑应该一斤也是要500、600块钱的吧。
像刚刚这种小条一点的海红蚌，一斤应该也是要300-400块钱，应该有的。应该要9两到1斤以上的才算是大红蚌啊。这里倒是钓上来了一条黄鲫哦，但是目前依然还是没有那些雕壳类过来。渔获其实也不算多吧。这边又来了一条黄鲫啊，现在依然也算是黄鲫的旺季，还是挺肥的呢。再来一条16枚，现在的黄鲫肥度还是挺高的啊，拿来清蒸味道还是挺不错的呢。哦，这边又来了一条海红蚌啊，今天的第2条了，这么快就来2条了，这才第一处地方啊，就连续来了2条海红蚌了，看来今天的运气就还行啊。这一条也是比较小条一些，这才第一处位置就来2条海红蚌了，后面还有4处位置呢，不过能来一些大条一些就更不错了。这是一条小真鲷哦，16枚啊，这条16枚挺大条，还挺肥的，这一处的16枚也挺多。像这样子的16枚已经算是比较大条的了，还拉上了一条海花呢，把它放回海里面去吧。哇，今天的第3条海红蚌也过来了啊！看来今天放排钩的运气也是非常的不错哦。才第一处位置，一下子来了3条海红蚌呢。这一条感觉就要相对比前面2条大条一些啊，应该可能要达到1斤左右的规格，达到1斤就算是大红蚌的规格了。这运气爆棚了呀！真心没有想到第一处位置就连续上3条海红蚌，刚开始还没有什么渔获呢。这边越拉越轻了，应该这处排钩快拉完了。刚说完啊，确实这一处的排钩也就立马拉完了，收获不多啊，倒是来了3条海红蚌，然后就准备过去拉下一处地方的排钩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下一处排钩的视频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我是南澳岛彪哥，也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精彩的放排钩视频哦。